大家好，今天来介绍两个命令行工具 SQLBlast 跟 CSVI。这两个工具都是使用 Go 语言来撰写的，只要直接执行它的执行档就可以顺利的把它运行起来，不需要特别的安装。这两个工具都是来自同一个作者，也就是先前介绍过 Nagios 这一个雪儿的作者。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SQLBlast 资料库的命令行工具。SQLBlast 可以提供非常快速的资料库操作的体验。直接在命令行要来使用 SQLBlast 的话，是首先要先指定它的资料库类型。它目前支援4种资料库，也就是 Oracle、PostgreSQL、SQL Server 以及 MySQL。只要在第一个参数指定好要连接的资料库系统类型以后，后面再使用双引号将连接的字串指定正确，就可以很顺利的连接上需要的资料库系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示范。为了能够快速的来连接资料库，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批次档，把经常要使用的资料库连接都写在这个批次档里面。比如说我在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范例，如果批次档的参数是 master 的话，它就会跳到 master 这一个段落来执行。在这个段落里面就把 SQLBlast 需要的参数给写好，也就是我的资料库类型是 SQL Server， 后面呢指定好连线的字串。那连线的字串它的格式很简单，就是 SQL Server 冒号后面2个斜线，再加上使用者的账号跟密码，后面再加上资料库的连线位置，再指定要连接的资料库，这样子就可以很顺利的连接上需要的资料库了。来看一下命令行的整个操作的实例。在这个地方就直接使用批次档，我这个批次档的名称叫做 SQLi， 然后后面再接上我要连接的资料库，假设我要连 MSDB， 这样子我们看到了 SQL 大于以后就已经进入这一个连线的位置了。我们就来操作一下 SQL， 用最简单的 sysobjects 来看一下它操作的样式，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可以操作的 grid 的画面。在这个画面就可以使用游标的上下左右键，或者是 Ctrl+A、Ctrl+E 这几个很常用的按键，对整个资料库做查看。有需要对查询出来的内容做搜寻的话，也可以使用斜线。输入了斜线以后，就可以直接输入要搜寻的内容，再按 Enter， 它就会自动搜寻到符合的位置。要离开这一个查看的状态，直接按下 Escape 就可以了。这个时候 SQL 大于又会再重新出现。要离开它的 SQL 大于状态，就是输入 EXIT， 那记得要加一个分号，这样子就可以离开它了。SQLBlast 除了提供 select 的命令以外，其他像 insert、update、delete 也都可以来使用。如果执行的过程需要把它记录到一个文字档里面的话，就可以使用 spool 的指令来对它做操作了。请大家注意 SQL 叙述的分隔字元呢是使用分号，因此你需要离开 SQL 大于也是要使用 EXIT 分号或者是 quit 分号。select 命令或是 insert 这些命令最后结尾也都记得要加上分号。如果连接的资料库是比较老一点的资料库系统的话，它可能会出现类似 TLS handshake fail 的这样子的叙述。这个时候就请大家记得加上 encrypt 等于 disable 的参数，就可以顺利的开启类似 SQL Server 2008以前的资料库系统了。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资料库命令行的工具 SQLBlast。相信对于需要很快速的操作某一些 SQL 操作的朋友，应该是会有一些帮助的。第二个要介绍的是 CSVI 这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就更简单，它就是可以直接让我们查看或者是修改新增 CSV 档案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当然是在命令行执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范例。先来看一下我这个测试的资料夹里面有没有什么 CSV 档案。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2021年的 CSV 的档案，就把这个档名给复制下来，再直接执行 CSVI 这一个指令。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是一个 grid 的状态。在这个地方呢，你一样可以按上下左右键 Ctrl+A、Ctrl+E 等等来移动。需要做新增也可以直接点击 I， 输入 I 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做输入。
这是直接插入了一个栏位了，所以它整个就 shift 了。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指令，细节各位可以直接参考它 GitHub 上面的这些说明，比如说在编辑的时候就可以用 IARD 等等这些指令来对这个 CSV 档来直接做操作。透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不必使用一般的文字编辑器来对 CSV 做编辑 ，CSVI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视觉化编辑的一个效果。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2个命令行的工具，希望对于经常需要在 Windows 命令行操作的朋友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工具对于你平常在使用电脑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